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何孟华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戴香宜议员、董志胜先生。好，每天都是川普的新闻。好，这个先是法国总理去看川普，法国总统法国总统然后呢去呢徒劳无功然后今天跟欧盟举行视讯会说，欧盟说浪费时间，根本没有结果嘛。然后呢，这2天呢，又这个英国首相也去了那川普对他不会有什么好感的，因为他原来一直在骂川普，我不喜欢川普，我不支持川普。突然，川普又当了美国总统了，他又当了英国首相了所以呢，他说这个川普说，你们那么关心干嘛？我们跟俄罗斯谈和平协议，谈进展很好啊，对不对？你们来干嘛？你们进来就惨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各有立场，根本谈不成的。我们谈成来告诉你，我们谈些什么好了那川普就想瓜分乌克兰的这个稀土嘛，欧盟现在也想插手，说我也要那川普呢还呛泽连斯基所以你要来美国，28号要来来呢签那个矿产协议，但是你不要幻想要进北约，没有要给你进北约俄乌战争打起来，就是你要进北约才打起来了川普就直接这样呛他。你当时不要进北约，俄罗斯会打你吗？不会嘛？你就怪他打你，那你干嘛要进北约呢？那另外呢，川普还说相信俄国会遵守和平协议，有很多人说俄国签的倒是不算数，怎么办呢？他说他相信会。然后呢，乌克兰现在只好把稀土拿出来，乌克兰稀土占全世界的5%，5%不多，但是也蛮值钱的那所以呢，他是希望呢，他认为说美国如果在稀土上有份，就会顾虑到他的安全嘛。川普也这样讲啊，你担心什么？我美国在那边，你们的稀土有份，别的国家不敢欺负你们那另外呢，丹麦总理说，俄罗斯不只是打乌克兰呢，还可能打其他国家欧洲应该赶快增军。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些在冷战时期北约国家的确被华沙公约国家被苏联吓到那时候苏联很强大，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他打一个乌克兰都打成这个样子，这打的真的很烂了。本来是要打3个礼拜，现在打了3年，拿不下来打了一部分了你们还怕他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讲过头了那另外呢，这个英国首相说，我们英国国王要邀请川普来国事访问川普说，这个好，你们这个国王很有远见很识大体那另外呢，川普又说，英国跟美国可以呢很快签订贸易协议，我们血浓于水不需要加你们关税，但是我们会有协议，但这协议是什么不知道协议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猫腻存在那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25%的关税呢，3月4号要生效了，就下礼拜一中国再加10%，中国原来有最低10%，最多已经是好几10%了，再加10%那另外呢，马克宏刚刚呢跟欧洲讲说，他跟川普是浪费时间欧洲学者呢说，为什么要拉拢俄国签矿产协议？为了反制北京影响力。这我早在前几天我就讲过了，你不要把川普当成个笨蛋，手段允许你讨厌他，他其实有想法的。我要乌克兰稀土，我就不要你中国大陆，你就威胁不了我嘛，就这么简单。我拉俄国是理解你中俄嘛，让你俄国跟中国不要太接触在一起嘛。他其实也许大家觉得手段很粗鲁了的确了但是呢，你说他都没想法，都是个笨蛋，也不见得。我们看一下。President Trump, can you get a peace deal done in Ukraine? Yes. 继法国总统后，英国首相施凯尔也赶来白宫与川普讨论俄乌战话题。Sense it's very good. It's a backstop, you could say. I don't think anybody's going to play around if we're there with a lot of workers and having to do with rare earths and other things which we need for our country. 川普声称矿产协议也是一种安全后盾，但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却突然闹失忆。Mr. President, do you still think that Mr. Zelensky is a dictator? Did I say that? I can't believe I said that. Next question. 不过记者会上，施凯尔和川普都强调谈判进展很顺利。But if there's a deal in, we've got to make sure it's a deal that lasts, that is not temporary, that lasts. Do you think that Vladimir Putin would be likely to invade again in the event of a peace deal?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when we hav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he deal. 施凯尔也趁访美期间转交查尔斯国王的信件，邀请川普到英国2次国事访问。此行，施凯尔当然也在关税上好好劝说川普。Mr. President, did our Prime Minister persuade you not to put tariffs on the UK? He tried.
He was working hard, I'll tell you that. And I think we have a good chance at arriving at a deal that could be terrific, really terrific for both countries. Okay? 好，老沈怎么看？主持人，你晓得拜登当了4年，所有的阁员都是他的奴才。川普当了1个月半，大家的阁员都把他当成偶像，他是众人的指挥官，这很大的差别啊。那我认为这个我小学2战刚结束，我们的课本上怎么写？世界5强，中美英法苏，我都会背啊。安全理事会啊。80年后，世界4强，美中俄欧盟，对不对？那所有以前的4强，英啊法，现在甚至战败国的德国啊，还有一些很文明、很有水平的小国啊，荷兰啊、比利时啊、卢森堡啊，通通在里头，也不过是一个欧盟。没什么用啊！所以呢，这个4强里头的欧盟不算的其他3个强人啊，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之间互相有默契。3个是强人，但是那个性格或是做法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彼此有默契，就是我们3个人搞定，我们3个人搞好，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还有呢，川普有一套，我看得起，即使你是我的对手，我讲尽你的好话。你看，我跟习近平很要好，我跟金小胖他很聪明，我跟普丁他太好了，他都讲你。如果你跟他带一道，他不讲你的好话，你要回去检讨，你就危险了，因为他从心里头看不起你，你没用，你就是没有用。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我跟川普站一道了，我这个人就是说他厉害，我就跟他站，错的。我完全不认同川普的核心价值，也不认同他做事的风格。他根本就是一个无赖嘛，他就是一个穿西装的黑帮嘛，他就是一个解领带的土匪嘛，一直是嘎者嘛，AIT 有听无？我骂得很透彻了这个是不应该的做法，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难道不能温和一点？你有理，但是有礼貌、有文明，对不对？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但是现在你看那个民调啊，综合全美国所有的民调，而且以他的比重修正以后，川普不认同的人上去7个百分点，认同他的下来1.5个百分点，两者下来的跟上去的只差0.7，就死亡交叉。所以国内反对的声音上来了，尤其是他们自家人啊，他为什么开始大家认同他说立五个字？你缩小这个联邦政府，你把非法移民赶走，这一点深得我心。但其他的事情大家都反对啊，连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他们也反对啊。你要进去加沙走廊，美国人也反对啊。所以你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大家认为是做的对，但是你也 keep 牌。所以我常叫你病完以后，你缺的你是安心的，但你没有雄心。你就是要有川普的雄心，你看雄心豹子胆呐，雄心豹子胆让感觉对你有敬意，你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我刚从加护病房昨天才回来，我昨天常从加护病房回到。老沈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不是我到了天堂边门了。神不要我进来，他说你是无神论者，这里没有你的份。你看他这个礼拜2没来，就是临时心脏他觉得不舒服，赶快去看心脏。2个小时搞定。但他叫我不要对外面讲，所以我都没对外面讲。我没有叫你这样讲，是我的手下叫你的手下我都很害怕。说你讲，不是上帝还这么讲，你知道？不仅你是无神论者，就算你可以进来，你平时德性不错，你要来也要带香姨来。这个是剪掉吧？你会紧张吗？这样也不知道。这一不要给他去了，干嘛？不要被他带去，很恐怖，你知道吗？他带去餐厅可以，去那个地方。那个你刚刚讲的，去餐厅可以，不要去。今天《经济学人》的标题就是川普像 mafia 一样，像黑手党一样，像黑手党，因为老美不知道什么其他竹联帮啊、四海帮，像这个黑手党一样，要这样威胁全世界哈。不过川普讲很多话，其实我早就讲，大家记不记得我节目讲，我说欧盟本来都是世仇的国家，什么德国、法国、英国，原来都自己打成一团，为什么搞成欧盟？
最初是统一市场、统一货币，马斯垂克条约，他就是要对美国嘛，他觉得美国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欧盟再不团结，我们就被美国各个击破了。川普今天讲了，那欧盟什么东西啊？他就在砸我们美国的，目的是要砸我们美国，看得清清楚楚。我就跟你讲，他一点都不笨，只是粗鲁而已啦。来，黄大兄，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啊，拜登呢是个蛮虚伪的啊，勾引他后面勾引他。但是川普，我们喜不喜欢呢？他讲的是实话哈。其实川普刚才发了那个赵哥讲的话，我所了解的，美国失落的白人是支持他的哦。美国失落的白人要他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就美国要 No.1 啊，美国失落的白人要这个东西。所以拜登现在做的所有，虽然一般人看着实在是很荒谬，实在是很这个怎么那各种形容词，可是失落的美国白人觉得他是要的哈。再说，我是觉得了，在川普他们在全球来盘算呢，谁他是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是把老共当成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俄罗斯现在的国力，我跟各位报，俄罗斯啊人口少，他一年的 GDP 才不过1兆多美金，相对于美国，相对于中国大陆，他不可能，俄罗斯扮演世界老大老二的一个角色的，世界。他说跟美国抢世界老大的人只有谁？只有中国大陆嘛。你说那人口，从他的 GDP， 大陆的 GDP 这2年成长的慢，但是还是超过美国3/4哦，那个是他的竞争对手哈。所以我稍微跳拨一点点哈，讲，在台湾对川普而言是一张牌，所以这张牌要怎么打，他还没想清楚。我到底是拿台湾来对抗大陆，还是把台湾拿去给老公说，我给你交换什么东西？我们真的要想清。从乌克兰呢，真的大家要想清，乌克兰对川普而言根本就是一颗棋子，你千万不要认为他是什么盟邦的，不可能的啊。在川普的脑袋里，从白人角度来看，就是要只要美国这多赚1块钱，我绝对不会对别的国家心软。对了，他嘴巴喊朋友啊朋友，他也讲我跟他好朋友是一回事情了，但是美国利益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他从当美国总统的角度看，你也不能说他错啊。美国那个外销的逆差啊，1年1兆美金差不多多厉害啊！美国是双赤字啊，外销也是赤字，国内的这个财政也是赤字。他认为说我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再搞下去美国也要垮了。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减少他的赤字的产生。上一次美国没有赤字的时候呢，是2001年。经过24年后呢，现在赤字越来累积越多。休息再回来。黄富宁，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啊。那他出席中共对台工作会议，又在提9·2共识，反正他们现在会提9·2共识了哈。那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工作会议呢，整个稿件都没有和平2个字，什么意思啊？本来不都要谈和平，怎么不谈和平了呢？而且他还说呢，要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哇，这个民进党这一看到高兴了，我们来查哪个是他讲的爱国统一力量，把他抓出来，抓起来，关起来陆委会说我要全力查缉，你看他都讲了，说要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其实你就问我，觉得说他讲这话是蛮无聊的，你在这干什么？但是他问题他管你无聊不？他是他真的讨好他国内就好了，他管你台湾的什么反应，管你他这样讲会有什么影响，管你是有没有分化到台湾，他根本不管这些那另外呢，这个福建推出对台11条措施。在两会他的这个人大跟这个政协两会马上要开了，3月初要开，对台17条，就对台商示好了你们来吧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说大陆叫核战2手，一方面呢演习甚至无预警在屏东外海给你演习，一方面呢我给你各种好处所以呢，但是呢虽然是核战2手，但现在比以前更重武吓更重视经济的这个威胁那大陆国防部也说，你民进党什么增加预算，什么几趴
几千亿，这叫做螳臂挡车，螳螂的背那么细，要挡一个车怎么挡呢？哦，而且民进党你们以美谋独，哦，依着美国想要去搞独立，下面就很重了，早晚要来收了你们，统统收起来，收拾起来，哦，是这个意思哈。那另外呢，老共说要收你们，国防部就说谁才是麻烦制造？你看你要收我们，你就是麻烦制造者哦。那另外呢，老共员在外海呢举行这个操演啊，无预警的这个军事操演。美国国务院说现在要密切注意中国挑衅，这有损和平啊，好吧？我们看一下。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坚决打击台独挑衅行径，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跟去年比一比，过去讲的打击台独分裂，今年扩大到打击台独挑衅行径。往年数度提到的两岸和平发展，今年已不见和平2字，反而新增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近期是否美国宣布解冻对台8.7亿美元军援，外加汉光演习扩大动员，可以听出陆方口气又更为强硬。我们也警告美方一些人，别想在台湾问题上偷鸡，偷鸡不成，蚀的可不只是一把米。正告民进党当局，螳臂当车，只能自取灭亡，早晚要来收了你们。大陆对台工作会议进行的同时，26号无预警在高屏外海进行射击训练，紧接着27号又发布福建会台17条措施。陆委会解读，这是大陆惯用的两手策略。中共它在核战两手之间，它还是比较重视用军事威吓、军事恫吓的方式，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比较有效的措施。那向毅怎么看？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哦，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认为啦，现在很多年轻人虽然他们支持的，就是你知道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民进党现在的执政党，但是他们其实也很害怕打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那个辩论的有一个那个节目里面，我就问了一个这个年轻人问题，说，那你他们就说他们其实愿意类似就是出来。就是愿意当兵这样子，那或者是也愿意支持，就是也很支持这个民进党这样子。那我说，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是不是你自己会不会害怕要打仗这个议题？那其实针对这个议题，其实他就说。我既支持民进党，但是我又就是害怕打仗，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对他们来说很奇怪。那有一些人是。害怕打仗，但是我认为全世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说，在各个国家评估台湾有可能是这个最危险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很多的民众来看，好像无感哈，好像就是怎么样讲，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点点无感。我是害怕的啦，我是害怕的，因为毕竟我有2个弟弟，万一发生什么状况是需要被抓去当兵的，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无感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应该要担心的，对，因为就是反而是说助长这样的一个冲突再继续发生嘛。你说这样子，大家这样子说要收了你，然后又再呛回去，这样子的一个。言语上的一个呛虾，我认为对于双方的一个就是冲突只会加剧。那对于大家的危机感，我认为大家的危机感是需要被升高的。对。来，发言人，那个何议员孟华。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台湾的主流民意还是希望能维持现状。可目前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一切的发言，这个是维持现状吗？他们讲的这么强势，讲说什么螳臂挡车，马上要收了你，收了你是一个维持现状该有的发言吗？那最近其实赖清德政府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也没有嘛。那为什么忽然国防部的反应，为什么中国那边国台办的反应会这么大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呢一直以来会希望这种强硬的发言呢，希望台湾来感到害怕。可是其实我们每次看到在这种强
强硬发言的背后，是让台湾人对他们更加的反感。尤其是如果这次的发言又是在可能某次的总统大选等等之类的，可能大家就会笑说，这是反而在帮民进党催票啦。那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样子的发言？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如果你不讲这样的发言，也许呢台湾就已经真的什么台独成功等等啊。不过我觉得国台办真的必须要改变他们的思维，不要一直认为说这样子的发言呢是对台湾会感到害怕有效的。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中国也不只是对台湾如此的强势，他们其实在南海或者在菲律宾等等国家方面，他们都是非常的强势的，希望在东亚整个区域上面可以保有的强势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所担心说整个区域的军权呢会要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呢跟俄罗斯的战争如果结束了，其实相较之下，也许对我们台海或是对于整个印太地区可能会有点优势，因为其实整个的重点，可能川普就会把重点全部转到我们这个印太区域这边来。其实对后续呢跟中国来可以努力来单一来对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局势之下呢，我们还是希望说，不管是国台办或是中国，你用这种强势的方式，不管是对各国或对台湾，真的有用吗？需要来好好想想看的。我在想，为什么会王沪宁讲这样的话？我在想，大概大陆除了国台办对台湾呢维持一个比较和平友善，其他部门根本不管你台湾内部怎样，我管你，我只要我把我老板弄好了，只要我大陆国内能弄好了，你台湾内部怎么样？我觉得他现在根本不在乎。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陆这几年一直在唱的就是心灵契合嘛，哈，所以呢，他必须要去扣紧这个心灵契合，代表着对一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共同的向往，所以呢，把它呢总结到一个爱国力量的这个实践上来。王沪宁这一次的谈话呢，有几点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个，他讲说塑造祖国必然的统一大势，而他去年的讲法是说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也就是说，他是比去年来讲更推进的哈。不但是要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呢，而且是要塑造形势。那这个塑造形式呢，就是在软的硬的方面呢，它是要兼顾，在软的部分呢更软，创造这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实际上面政策的实践啊。那硬的部分呢，它也不会放弃非和平手段。好，虽然说他这次呢没有提到实现什么和平发展啊，什么和平统一啊但是和平还是首要的选项。只是说在这个推进的这个进程之中呢，他始终没有放弃保留这个武力的手段，保留非和平的手段。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大陆现在呢，整个的对台工作的团队，它并不是只有局限在对台的这一部分主持会议的是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他是外交部长，大家都知道然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呢，他原来是中共中央的联络部主任，他是负责共产国际外交的，他的对象是金正恩，是越南总书记然后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呢，他原来是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也就是说，当大陆呢把他的整个的对外的很重要的团队在负责在对台的事务上的时候，他就是把国际形势跟两岸的形势呢统一到一个阵线来工作在对外的部分呢，他要去强化，就是坚持国际间呢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恪守，然后要斩绝你台独的势力的外溢然后在对内的话呢，他当然就是要加大对于台湾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实际的作为上的时候，他在军事上面呢，他也是摆出就是可以跟美国较劲的态势嘛之前的时候，在澳纽的外海这边实行这个实弹的军事演习，他就目标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让澳洲呢，你在去年的时候呢，跟美国呢，就是在台湾海峡这边实行所谓的航行自由，然后在南海地区呢，你也去涉入，然后中国大陆摆出来的姿态呢，就是你可以到我的这个海域这边来这个嚣张，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到你的海域那边去实行演习呢？再加上呢，前2天他在就是距离台湾只有40海里嘛只有40海里的地方呢，突然的实施这个军事演习。我觉得这一切的动作呢，都在对于美国摆出姿态，也在对于台湾示警不要轻举妄动。至于我们的海基会的董事长吴峰山先生他一再的强调说希望跟大陆方面呢进行交流，而且有够分量的人士在进行协助
但我觉得，这里面呢，期望跟这个落差呢，恐怕会很大哈。我之前的时候一直听，就是有听说哈，有大陆那边呢有传来那个讯息，告诉吴峰山说，只要赖清德呢不走台独的路线，哈，只要不搞台独，那可以不谈9·2共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哈。你可以在言辞上面呢不提9·2共识，因为9·2共识呢，它也不过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苏起发明的一个名词罢了。可是9·2共识的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中。你如果不回到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部分来讲，两岸要和谈是不可能的。吴峰山是这个海基会的新的董事长了，他说他很努力要恢复两岸对话，要推动交流。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对话，也没有交流嘛。那到底怎么恢复？吴峰山说有不少有分量的人士在协助他啊。那另外呢，教育部今天又禁了，上次不是禁了什么广州暨南大学啦、华侨大学等3个学校嘛，不承认他的学历。现在呢，又有7所军工大学交流呢被禁止，而且里面很多很好的学校啊，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哈工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厦、南京航天航空、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孙运璇是这个哈尔滨毕业的哈，在那边学电机啊，或者当了台电董事长以后呢，这个经济部长，然后当了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啊。休息一下再回来。